HR 错把新人工资单发给了我，每个月到手18000，比我这个兢兢业业干了6年的老员工高了整整1万。而新人才刚入职3个月，干啥不行，学啥不会，工作全靠我这个师傅帮忙。好，薪资倒挂，老员工不如狗。尽管 HR 秒撤回，我还是看到了。胡小莹上月实发18116元，心态崩了。作为公司资历最老的员工，我每月到手工资算上全勤也不过8000出头，而一个刚入职3个月，什么都不会，还得靠我带的新人，竟然比我高了1万，整整1万，还有天理吗？6年前我加入星辉传媒时，公司寥寥几人，办公地点在简陋的民房，我一人身兼数职，文案、运营、拍摄、剪辑，有时候还要配合出镜。数不清多少个夜晚，我绞尽脑汁写脚本，力求让内容新颖有趣。为了得到最好的拍摄素材，我在偌大的城市来回奔波。一段几十秒的视频，是我在电脑前一坐就是7、8个小时的剪辑成果。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多个爆款视频的加持下，我们抓住了机遇，星辉在短视频领域一路高歌猛进。到今天，抖音平台粉丝过1000万，公司规模越来越大，办公地点早已换到了高档写字楼。一起从无到有奋斗的老同事们渐渐都离开了，只有我留了下来。我以为我在公司的地位不敢说居功至伟，至少也是中流砥柱，但今天我被狠狠打脸了。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看向对面的胡小莹，她嘬着奶茶，双手在键盘上敲得飞起，时不时抿嘴偷笑，一看又在摸鱼聊天。而我却抛开手头一堆工作，在帮她改漏洞百出的文案。越想越恨，越想越不甘心，我猛地起身，憋着一股火朝老板办公室走去。老板，为什么胡小莹一个新人的工资比我这个主管高了1倍都不止？老板刘明远先是一愣，随即皱眉。周毅，咱们公司有薪酬保密制度，你怎么能随便打听其他同事的工资？保密是怕我这个老员工知道自己有多可笑吗？我也是气狠了，质问老板，公司刚创立的时候我就来了，我勤勤恳恳干了这么些年，可到头来工资还不如一个刚进来的应届生，而且就算不谈资历，不谈职位，我的产出和成绩也比新人高多了吧？就说上个月我写的短视频文案报了5个，胡小莹什么都没有，她究竟凭什么拿的比我多？老板语气放缓，小周，你这些年的努力和付出我当然知道，可公司有公司的难处，现在市场人力成本涨得厉害，想招到胡小莹这种名校毕业的人就得这个价。你是公司的老人，更应该理解公司才对啊。我理解不了，人力成本涨了，那怎么不给我这个老员工涨？难道我不配？可是这根本不合理，没什么不合理的，公司发展需要新鲜血液，而市场规律就是这样，不光是星辉，所有的公司都这样。我直截了当，老板，我申请涨薪，不但要涨，我还要拿的比新人多才行。可老板想都不想就拒绝了我。你好好想想，公司哪年没给你涨过？人要懂得知足。他是给我涨了，每年500，涨了6年还被新人吊打，老员工真是不如狗啊。我清楚地记得年初老板找我谈话，说现在大环境不好，公司越来越难，别人都没有涨薪机会，除了我。我当时深信不疑，内心对老板感恩戴德。结果转头他就给应届生那么高的工资，伤害巨大，侮辱巨强。我深吸一口气，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恐怕没办法继续在公司干下去了。让我拿着8000块的工资，带着18000的新人，我怕我会心梗。老板明显不悦，这话我可以当作没听到，你回去吧。我希望你冷静下来好好想想，只盯着钱，在职场上是很难有好的发展的。从老板办公室出来的时候， HR 乔娜正好要进去，她看到我一脸不自在，估计是猜到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了。我站在门外，没急着离开。是我的疏忽，老板，对不起。张口就敢跟我提涨薪，公司管理、薪酬制度，他想得明白吗？不是在公司待的时间长就配拿高薪了。说起来，周毅最近半年加班时间越来越少了，可能早就对公司有意见了吧。听到这我拳头都硬了，这人是脑子有病吧？前几年我工作强度大，天天不要命的加班，别人996，我直接007。今年公司规模扩张，来了不少新人，我手上一些没难度和内容策划关系不大的工作便分了出去，再加上我身体出现毛病，不敢再那么拼，所以才显得没以前工作那么猛了。但即便如此，我的工作时长还是远超其他人。他乔那是瞎了吗？老板，万一他真的要走怎么办？那就让他走，真以为公司离不了他？大不了我多花几个钱再找新人，新人脑子活不比那些老咸鱼强多了。好，所以刚刚挽留我并不是因为我重要，只是觉得我这条老咸鱼可以节约用人成本罢了。我对公司鞠躬尽瘁，公司对我毫不在意，小丑竟是我自己。
路过胡小莹的工位，他人不在。我鬼使神差瞄了眼屏幕，一条新消息正好跳出来，哈哈哈哈哈！卧槽，你是说只要装得笨一点，你那个工资还没1万的冤种主管每天都替你干活，倒反天罡啊你！我如遭雷劈。胡小莹刚来的时候，装作不经意打听我房贷多少、公积金还款这些事情，我只当她想买房跟我取经，原来是故意套我话，然后用公积金推算我的工资。亏我把她当自己人，这段时间我尽心尽力指导她，帮助她，没想到她背地里却把我当猴耍，看我的笑话，气到极致反而平静了。我打开给胡小莹修改的文案，把一处修改过的地方还原。她回来后，我把文档发过去。小莹，文案我大致帮你改了改，你自己再看看。你这次跟的这个热点不错，趁着流量还在赶紧提交，我觉得一定能爆。她大喜，真的吗？师傅，太感谢你了。胡小莹来了3个月，一直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成绩，她迫切希望能跟我一样做出爆款来。我笑笑没说话，然后写好辞职报告，发送给刘明远和乔娜各一份。紧接着删掉了电脑里快要写好的那份方案，打造短视频内容差异化的新策略。这是我废寝忘食，主动花了2个月的休息时间思考整理的。本意是想为公司解决视频内容创意不足、同质化严重这些问题，现在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刘明远不是觉得新人脑子活吗？那就找新人去给他分忧呗。弄完一看时间5点47，我干脆利落收拾好自己东西，正好赶在6点下班。这应该是我6年来头一次准点下班。负责商务的王姐跟我关系要好，见我要走有点诧异。小周，今天有事？这么早就走呀？我轻声道，王姐，我已经提离职了，明天就不来了。什么？王姐噌的一下站起来，到底怎么回事？怎么突然要走？王姐，我现在脑子很乱，回头跟你细说。晚上回家，我把手机静音，睡了个又长又沉的觉。第二天醒来，微信跟电话都快炸了。刘明远拿离职威胁公司是最 low 的招数。你是出过一些成绩，但是别忘了，那是因为你在星辉别把平台的高度当成自己的能力。你玩脱了，离职我已经批了，明早就不用来了。太好了，我还担心他故意拖着不给我办呢。乔娜，这个月你上了5天班，但是你在职期间损坏了公司1把椅子、2把键盘，你工位上死了3盆绿萝，扣掉5天工资，你还要赔偿公司8块7毛2。这是清算单，上面有老板签字，绝了！从没听说过正常损耗还要员工赔偿的。我懒得跟他掰扯，给他发了个10块的红包。备注：不用找了。胡小莹，师傅，你永远是我师傅，我以后还能找你改文案吗？星星眼，想屁吃呢。这时王姐的电话来了。小周，你现在怎么样？睡了一觉，神清气爽，好久没睡过这么香的觉了。自打入职星辉以来，越是周末和节假日，越是我忙碌的时候，每天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还不到30，就感觉身体比50、60岁的人都差。老板一大早就召集全公司开会，各种阴阳怪气，指桑骂槐，说什么不要觉得资历老就可以跟公司叫板，也不要认为自己有功劳就能为所欲为。小周，你到底为什么突然走呀？想到刘明远对我不屑一顾的态度，我心底一片寒意，就是觉得不值得。我把事情原委告诉王姐，王姐跟昨天的我一样，愤怒又震惊。太离谱了，咱们在公司混了这么多年，待遇连个刚来的小孩都不如。我把昨天跟老板的对话转述给他，他大怒，用人成本高了，凭什么就让我们受委屈？我们为公司多付出了几年，难道还错了？诡计多端的资本家跟王姐一起狠狠吐槽了一番，我心情好多了。我没着急找工作，在家休息了1周。就这几天，星辉出了状况。胡小莹自信满满的把文案交上去，视频上线后，流量确实很猛，俨然要火爆全网的姿态。刘明远半场开香槟，在朋友圈狠狠炫耀，实力和成绩真的不允许我低调。事实证明，星辉那新的决策多么正确，新血液带来新思想，新思想带来新高度。胡小莹脸都快笑烂了，可惜他们的快乐只持续了不到2个小时。视频被平台判定违规，紧接着账号被处罚，喜提小黑屋7日游。原因是文案里有一处敏感内容踩了平台红线。这一封号不得了，除了流量下降和粉丝流失，早就安排好的直播广告通通受到影响，收入锐减不说，还得给客户道歉赔偿，公司整个后续的商务安排全受到了波及。偏偏这回胡小莹在文案里只署了自己的名字。我走后，他便急不可耐地想要向别人证明，他也能跟我一样独立做出爆款内容。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最后定性新人经验不足，捅了篓子。星辉一时间成了业内笑话。刘明远气炸了，当着全公司的面把胡小莹骂到崩溃大哭，最后还扣了他3个月绩效。王姐刚跟我说完这事儿，胡小莹也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冷笑着摁下接听，电话那头的人像吃了炮仗。周毅，我没得罪你吧？又不是我逼你离职的，你为什么要陷害我？没见过像你这么恶心的人，我冷冷道，嘴巴放干净点。他激动地嚷嚷，你是老员工，经验比我多，怎么可能看不出有问题？亏我那么信任你，现在公司账号都被封了，我差点被老板开除，你知不知道？知道啊，我还知道你为了邀功只写了自己的名字。胡小莹顿时语塞。我继续道，帮你改文案是情分，不是我该你的出成绩了，你自己拿，有问题就要怪我头上。你爹妈没教你什么是负责任吗？还有，我已经离职了，咱们现在没有关系，公司有任何事别找我。祝你早日独立做出爆款。我着重强调独立2个字，气得他瞬间没了理智。你拽什么呀？叫你声师傅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知道我这个新人工资比你高多少吗？每天看你累死累活就赚那么点，我真是可怜你。我诧异道，啊，你入职的时候乔娜没跟你说吗？出了爆款是能单独拿奖金的呀，一个爆款1万，我每个月光奖金拿到手软，用得着你可怜？电话那头不说话了，紧接着挂了。爆款能拿奖金这种话，我当然是骗他的。刘明远这些年给我画了无数个饼，奖金、股权、分红，到头来一个都没兑现。要不是这次发现新人的工资远高于我，恐怕我还在当傻子而不自知。我把离职的事情告诉了业内的朋友。我靠，你终于想通了哇！我跟你说，你早就该走了，咱打工人跟公司谈什么感情啊？你就记住一句话，钱到位了才有感情，钱不到位，老板说什么都是放屁。我苦笑，你说的对，这不想让你帮我推荐新的工作机会。朋友拍胸脯包我身上，放心吧，就凭你在星辉的成绩，那些公司都得抢着要。朋友很给力，才1天时间就有好几家公司给我发来面试邀请。朋友说的没错，我在星辉6年做出过那么多爆款，都是我能力的证明。每家公司面试后都当场给我发出了 offer， 而开出的待遇更是远高于刘明远给我的，最少的一家都有2万6。果然只有跳槽才是最好的加薪方式。朋友比我还高兴，我说什么来着？你就是被原来的老板给忽悠瘸了。醒醒吧，走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你值得更好的。对，我值得更好的。最后我选中了川和文化传媒短视频领域的头部 IP 之一，他们给我开出的待遇是最优厚的，每月税前3万，奖金另算。入职那天，老板陈飞特意跟我聊了聊，你的简历我看了，非常优秀，我们团队急需你这样的人才。说实话，我很意外星辉竟然舍得放你走。我礼貌地感谢了老板的赏识，却没有多嘴我离开星辉的真实原因。我忍不住会想，对川河的老员工来说，我是不是也是另一个胡小莹？我跟朋友说了我的想法，他乐了。川河给老员工分股权拿分红，老员工工资低但是分红多，新员工工资高没分红，大家各挣各的，相安无事。原来如此，所以工资倒挂这个问题，公司是可以解决的。刘明远说所有的公司都跟星辉一样，又是在放屁。我在川河依旧担任内容策划主管一职，川河跟星辉面临同样的问题，在保证日更的频率下，持续输出高质量有创意的内容越来越难，尤其平台上内容同质化现象严重，大量模仿跟风，连川河与星辉有时候都不得不借鉴热门的创意素材，时间一久，对粉丝来说账号就失去了特点。所以在星辉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怎么才能在保证账号调性的前提下，最大程度让视频内容与别人不同。我把那份打造短视频内容差异化的新策略拿给陈飞。陈总，这份报告结合了我这些年的经验和思考，在关于打造差异化上提出了一些个人见解，希望能对公司有帮助。我继续道，虽然现在是快节奏文化，可越是这样，用户越对慢下来有种不易察觉的隐晦需求。一首歌，一支舞蹈，一个好玩的梗，它可以突然爆火，但没办法长久。只知道迎合这些热点的账号没有任何记忆点，粉丝粘性非常低。川河擅长讲故事，我觉得在保持我们优势的同时，让故事融入更专业更有深度的东西，比如可以是传统文化，可以是民生百态，甚至还可以打造系列化，情感上的共鸣，价值上的认同。只要做到这2点，用户就能变成忠粉。陈飞越听眼神越亮，他拿着我那份报告看了很久。周毅，我们这行都觉得新员工往往比老员工更具优势，新人没有被既定模式束缚的思维，也没有僵化的观念，新人能带来新的思想和创意。但今天你让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事实，你这样的人才走了，绝对是星辉最大的损失。川河采纳了我的方案和建议，做了一期关于酒文化的视频，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说实话，我心里也没底。从一个年轻酿酒师的角度展开，将酿酒技艺的传承、文人笔下的赞美、高堂华宴到街头小酌、古今交融，厚重的文化历史和情感寄托全部呈现。
视频一上线就引爆全网，好评如潮。我欣慰又自豪，老板的信任和重视让我再穿和如鱼得水，充满干劲。拿到第1个月工资的时候，后悔没早点跳槽的情绪达到了顶峰。我们的成功引来平台上大批模仿跟风。好笑的是，星辉也做了好几个类似的视频，可惜画猫画虎难画骨，反响平平。刘明远根本没搞清楚星辉的优势和长处在哪里，只知道生硬照搬，能火才怪了。王姐在微信上敲我，你猜今天乔娜问我什么？什么？问我你找到下家了没？要不是你嘱咐我别透露，我真想拿个大喇叭去姓刘的办公室喊一嗓子，看看他和乔娜听了是什么表情。自从上回王姐知道星辉给新人开那么高的工资以后，刘明远在他嘴里就从老板变成了姓刘的。好端端的打听我干什么？姓刘的想让你回来呗，自己拉不下脸，就派人事来旁敲侧击，让我回去。原来经历了账号被封一事，星辉元气大伤。刘明远以为走了我一个，团队其他人都还在，内容质量上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可事与愿违，这1个月账号流量越来越低迷，星辉砸了不少钱，可收效甚微。这时候胡小莹跳出来说，他能报1次就能报第2次，请求刘明远再给他1次机会。这小妮子还想戴罪立功呢，用他的文案，视频发布后火倒是也算小火吧，但是因为擦边低俗，被粉丝骂了个狗血淋头，又掉了一波粉，真不知道是赚了还是赔了。靠擦边火了算什么本事啊？他竟然有脸跑去找姓刘的要奖金，想把铁公鸡的毛，这不找死吗？姓刘的臭骂了他一顿，在大群里通报批评，真是活该。对，就是活该。听得我真是身心舒畅。一比较，姓刘的发现还是你好用，我估计人事很快就会找你的。说什么来什么？乔娜给我打来电话，听说你还没找到工作，现在经济不景气，满意的工作确实不好找。你是星辉的元老，大家没必要闹得那么难看。老板说了，只要你愿意回来，他可以既往不咎。啊呸，还既往不咎，恶心的我午饭都快要吐出来了。从前当我是草，现在发觉我比他想象的有点用，居然还给我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施舍姿态。我故意说，那你问问你老板，我回去是让工资18000的新人带我呢，还是我拿着8000继续带他？乔娜以为有戏，立即回复我，咱们各退一步好吧？只要你回来还是内容策划主管，工资在你原来的基础上涨个2-3千不是问题。玩呢？涨2-3千，加上我原来的工资也不过就是1万出头而已，很多吗？我搞不懂我在刘明远心里是有多廉价，他甚至都不愿意让我跟胡小莹一个待遇，用最低的成本骗我回去，继续跟我讲秦淮画大饼，忽悠我当牛做马是吧？太少了，你告诉刘明远，他愿意给我3万的话，我可以考虑考虑。乔娜惊了，3万？你疯了吧？怎么可能？给不了这个数就别来烦我，我很忙。电话那边的人忽然变成了刘明远，工作都找不到的废物，还把自己当香饽饽呢？谁给你的勇气？狮子大开口。公司肯让你回来就不错了，你还装腔作势上了。我把他的原话还给他，刘老板，现在市场人力成本涨得厉害，你想招到像我这样又有经验又有成绩的人，就是这个价，不识抬举，以后别哭着来求我。很快，星辉挂出了招聘内容策划主管的信息，待遇面议。让我无语的是，乔娜在一个人力资源群里指名道姓说我人品败坏，道德低下，试图在行业内封杀我。川河的 HR 把截图发给我的时候，我都气笑了。我先保留了证据，最近实在太忙，无暇找他算账。因为就要过年了，春节期间全网流量会达到最高峰，用户消费意愿强烈，同行们个个摩拳擦掌，预备着在直播带货中大显身手。第一期酒文化试水成功之后，我们乘胜追击，又陆续做出了茶书法、汉服、饮食各种视频。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根本不愁素材。得益于这些视频的大火，数不清的品牌和机构找上门要合作。可以预见，这个春节档川河绝对能大赚特赚。陈飞乐的嘴都合不拢，一直说我是他的福将。我的 title 从主管变成了总监。为了避免遇到熟人多出不必要的麻烦，我在入职川河时用了新的微信，主要用来跟品牌方对接沟通方案。有一天，这个新号忽然多了个让我意想不到的好友申请，刘明远。我看了好几遍，没错，就是他。我不明白刘明远这是要干什么？想找我？那完全没必要来加我的新号啊。通过好友后，对面立刻发来一段话：周总监您好，我是星辉传媒的老板刘明远，今天冒昧来打扰您，不为别的，是想邀请您这样能力出众的人才加入我们团队。您放心，星辉绝对能给您提供不输川河的待遇。不知道您是否有兴趣？我们可以见面详聊。语气小心翼翼，简直称得上恭敬。看到消息后，我愣了好一会儿。刘明远这是要挖我？不，
准确说不是挖我，他是想挖川河的内容策划总监。反应过来后，我足足笑了10分钟。我的妈呀，这是什么狗血小说剧情？等笑够了，我给他回复：刘总，感谢抬爱，但是陈总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暂时没有离开川河的打算。周总监，先不要太早拒绝我，您什么意思我懂的。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我可以保证，不管陈飞给你多少，我都比他多30%，你懂个蛋。这老登还以为我跟他讨价还价呢。刘总，您可能对我还不够了解，我不一定适合贵公司，也许我真去了星辉，刘总对我就没这么看重了。不可能，我刘明远最爱惜人才，您到了我们公司绝对能得到100%的看重。刘明远语气真诚，看来是真的是非常想把我挖走。哪天他发现自己现在求着要去的人才就是当初被他逼走的廉价老黄牛，不知道作何感想。不过我很忙，逗了他几句就没再理他了。刘明远还不死心，周总监，我一定会用我的诚意来打动你，我现在只想在川河好好干。川河内部上下一心，从调研选品到内容策划，从场地准备到流量推广，技术支持到后勤保障，每个环节仔细打磨。我负责直播主题、脚本撰写以及引流视频的创意制作。从腊月20开始，团队所有人忙得脚不沾地。晚上8点，直播准时开始。可今天川河的直播间上人速度显然比平时慢了不少，这不正常。不知道谁喊了一声：“你们快看，星辉直播热度全平台第一，几乎一半的流量都在他们那里。”我赶紧跳到星辉直播间，开播才几分钟，已经有了上百万点赞。主播大声道：“今天咱们这个直播间实在是太火爆了。”主播也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宝宝们别急，神秘嘉宾马上就会跟大家见面。我想起来，星辉1周前就发出预告，今天晚上直播间会有一位神秘大咖。预告里只有一个剪影，看上去却有好几个男顶流的影子，脸型像 A， 身材像 B， 动作像 C， 也不知道是哪个大聪明想出这么鸡贼的一招。主播激情满满的介绍产品，满屏弹幕全是催促，能不能快点让嘉宾出来？我们是来看哥哥的，不是听主播废话的。到底是谁啊？好久没看到我单参加活动了，哈哈哈哈！激动，弹幕刷得飞快，点赞激增。毕竟人多流量大，星辉直冲带货榜第一。川河这边的同事不禁羡慕道：“请明星效果就是不一样啊！请明星确实能带来不少流量，但对公司来说不一定是划算的买卖。以我对刘明远的了解，他根本舍不得掏明星的天价出场费。如果是假的，那不就是故意蹭热度吗？还是蹭顶流的热度？即便我不混粉圈，也预感到他这波操作简直是在找死。”主播顶着巨大压力又讲了10分钟，就在粉丝们耐心耗尽的时候，所谓的神秘嘉宾终于现身了。我也好奇，最近星辉流量拉垮，也许刘明远为了数据好看，真的下血本请了顶流。不过我更倾向于星辉挂羊头卖狗肉，找了个18线小明星来充数。当我看清楚嘉宾是谁后，一口咖啡喷出来，所有人都傻眼了。是他，居然是他！我就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到。主播热情介绍，让各位粉丝宝宝久等喽。我们的神秘嘉宾就是我身边这位星辉传媒的老总刘明远先生，这是他第一次出现在直播间，惊不惊喜？伴随着动感的音乐，一身正装的刘明远对着镜头微笑致意。星辉直播间的各位粉丝朋友好，我是刘明远，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星辉的支持。今天我会给大家送上很多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哦。镜头让他看起来更胖了，配上他死装的表情，要多油腻有多油腻。除了都是男的，这位嘉宾跟预告里的剪影有1毛钱关系吗？弹幕炸了，主播你没事吧？我哥呢？我请问呢？吃相太难看了吧？谁给你们的勇气来蹭我家哥哥热度？被你们溜的这几位明星，你们给广告费了吗？你们告诉我这男的是顶流？哪门子顶流？猪圈里的顶流吗？粉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刘明远自以为能 hold 得住局面，朋友们冷静一点，我们可从来没说过嘉宾是谁哦。如果让有的人失望，那我只好说抱歉了。大过年的，千万不要生气哈！咱们家降火的凉茶现在有优惠，别忘记左上角可以领福利。我们还安排了好几波抽奖，这话听起来让人更想打他了。直播间人数急速下降，路人发觉被骗骂2句可能也就算了，可那几个顶流的庞大粉丝群不干了，骂主播，骂刘明远，骂星辉传媒。直播间有违禁词，骂不了太脏。无数人跑到主页那条预告视频下疯狂辱骂，短短几分钟，愤怒的粉丝们已经咒骂了上万条，而且还在持续增加。更有甚者，把刘明远的照片 P 成黑白照发在评论区。星辉老板骗子，星辉虚假宣传，抵制星辉等多个词条也在短时间内冲上了平台热搜。刘明远想要爆火，确实做到了，只不过是被骂火的，影响实在太大，星辉不得不删除了那条引流的视频，关闭了评论区。
最后甚至暂停了直播。而今晚在直播间下单的人，听说有超过80%的人取消了订单。我实在忍不住去问了王姐，她对我大倒苦水。原来这个搜到不能再搜的方案，又是胡小莹出的。她信誓旦旦地跟刘明远保证，只要借助顶流的热度，那星辉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斩获巨额流量和关注。反正只要星辉不亲口说嘉宾是谁，那就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等人都进了直播间，老板亲自送福利安抚粉丝，真有人说话难听，直接拉黑禁言就行了。整个公司只有刘明远同意了这个方案，并且坚决执行。听完后，我只有一个感受：刘明远上辈子是不是欠胡小莹的？所以这辈子注定要在他这里一次次栽跟头。翻车来的猝不及防，暴怒的刘明远下播后第一件事就是让胡小莹滚蛋。胡小莹这回算是在业内扬名了，除非他转行，否则以后再没有哪个公司愿意要他。除了被网暴，星辉要面临的问题远不止外界看到的那么多。早就谈好的大批商务合作因此搁置，损失的不仅是流量和收入，还有品牌方的信任。这段时间，王姐他们每天都在给客户打电话道歉，身心俱疲。王姐本意是在星辉坚持到生孩子休产假，现在终于改变主意了。我真的受不了了，等过了年我就立刻走人。星辉的道歉视频来得有些晚，视频里刘明远一脸憔悴，说不该通过耍小聪明的方式引流，欺骗广大网友的感情，辜负了大家的信任。他保证以后团队一定会慎之又慎，求大家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可为时已晚，失去的口碑和人心很难挽回。而川河这边就不一样了，我们全力以赴，尽心做好每一场直播。整个春节期间，川河牢牢占据带货榜第一。陈飞对此非常满意，包括我在内，每个人都拿到了一笔丰厚的奖金。忙完春节档，陈飞给众人放了假。就在我准备离开公司的时候，刘明远给我发来消息：周总监，我现在在你们公司楼下。什么意思啊？我也是没办法了，周总监，星辉现在太难了，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到星辉来帮助我们。只要你能来，我可以开出最丰厚的条件，副总、股份，什么都可以。我知道你在公司，我就在1楼等你，多久都行。他还真是锲而不舍啊。行吧，是时候做个了结了。我言简意赅，楼下咖啡厅见。一进咖啡厅，我就看到刘明远和乔娜2个人焦灼地等待着。我走上前，刘总，好久不见。刘明远看到我有些错愕，然后一脸嫌恶：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想求我同意你回星辉是吧？我现在忙着呢，没空搭理你。我直接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乔娜叫了起来：你听不懂人话吗？叫你滚！我失效。是你们求我来见面的，我来了又赶我走。刘明远不耐烦起来：你他妈胡说八道什么呢？我什么时候？他忽然停住，一双三角眼猛地瞪大。我从没见过一个人脸上能有这么多表情：疑惑、震惊、尴尬、羞愧、恼怒。刘明远声音里都带了几分颤抖：你就是川河的周总监？怎么可能？我淡淡一笑，如假包换。你们挖人之前不调查下背景的吗？乔娜已经彻底石化。我以为只是同名，我以为你找不到工作。我看着他，严肃道：随口造谣抹黑，可能就会彻底断绝别人的求职路，是不是很得意自己有点小权利？证据我已经保留了，等着被起诉吧。乔娜浑身一震，她慌忙跟我道歉：对不起周易，真的对不起，我没再理他。对了，刘总刚刚说，只要我愿意去星辉副总的位置，还有公司股份，都可以给我，真的假的？刘明远脸色阴晴不定，好半晌才咬牙道：周易，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人都要向前看。只要你回来，我刚刚说的那些都算数。他话是这么说，可神情看起来却很不情愿。也难怪，先前一直看不上的老员工，跳了个槽想再请回来，只能加薪升职给股份，不亚于割肉放血。刘明远此刻估计快憋出内伤了吧？可惜，就算他愿意放下身段求我，我一点也不稀罕。我淡淡道：不好意思，我还是那句话，暂时没有离开川河的想法。刘总如果真的求贤若渴，不妨看看自己公司里有没有被埋没的人才，何必舍近求远呢？我的嘲讽太明显，刘明远终于受不了了，他噌的一下站起来，铁青着脸走了。乔娜灰溜溜的跟在后面。等我休完假回来，王姐开心的告诉我她已经跳槽了。不只是她，星辉里不少老人都走了，职位大量空缺，多个项目停摆，刘明远不得不花高薪紧急招人。公司财务状况本来就紧张，用人成本突然激增，再加上星辉经过直播翻车事件后口碑下滑，流量锐减，品牌商几乎都断了合作，始终入不敷出。强撑了半年，刘明远不得不裁掉了90%的人，靠接一些不入流的广告苦苦维持。在川河待了1年多后，我又跳槽了，但这次并不是因为钱的问题。川河发展稳定向好，只是我想再换一个更具挑战和成长空间的平台。陈飞亲自给我践行。周易，
作为老板，我想说，真舍不得放你走。哪天想回来，川河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但作为朋友，我要说，多出去看看也是好的。我心怀感激。也许有一天，我会回到川河安稳下来，做个尽心尽职的老员工。但我始终会牢记，不断学习进步，保持自身竞争力，才是职场中最稳的生存之道。